邻居举报我家雨棚是违建，城管当天就上门了。我没争辩，没求情，当场签字同意拆除。邻居站在楼下，双手抱胸，一脸得意。当晚，我找了施工队，连夜把雨棚拆得干干净净。第二天开始下雨，雨水顺着我家外墙哗哗往下流，没了雨棚的遮挡，水流直接灌进楼下邻居的阳台。第三天清晨，社区主任红着眼敲我家门，他嗓子都哑了：“求求你，把雨棚装回去吧！楼下5户联名投诉，说家里都快发霉了。”我端着豆浆，慢悠悠开口：“违建啊，不能装。”门外举报我的邻居正站在走廊里，脸色比锅底还黑。城管上门的时候，我正在阳台浇花，2名穿着制服的工作人员表情严肃，手里拿着文件夹。是陆振先生吗？是我。我们接到举报，你家阳台外墙搭建的雨棚属于违章建筑，需要进行拆除。他说着指了指楼下，我顺着他指的方向看去，楼下邻居张伟正双手抱胸，靠在单元楼门口的石狮子上，脸上是藏不住的得意。他旁边站着他老婆，正对着我指指点点，嘴里不知道在说些什么。我收回视线，看着城管。好。工作人员愣了一下，似乎没想到我这么配合。他准备好的一套说辞和政策法规全都卡在了喉咙里。你说什么？我说好，我同意拆。文件在哪儿？我签字。这次连他身后的年轻队员都露出了惊讶的表情。他们处理过太多因为违建拆除而哭天抢地撒泼耍赖的业主，像我这样干脆的是头一个。为首的城管很快反应过来，从文件夹里抽出责令限期拆除通知书。按照规定，你有3天时间自行拆除，如果逾期未拆，我们将组织强制拆除。我接过笔，在末尾签上自己的名字。不用3天，我今晚就拆。感谢配合。我回到阳台，继续给我的兰花浇水。卢振，听见没？违建，赶紧拆了，别占着公共资源！声音很大，引得小区里零散散步的几个老人都朝这边看过来。我没理他，浇完水拿出手机，在小区的业主群里找到一个叫诚信装修的联系人，拨通了电话。喂，是周师傅吗？我是7栋601的陆晨。陆先生，你好，有什么需要？我阳台有个雨棚，想今晚拆掉，你们能安排人吗？工钱好说，我加钱。能，当然能。他们晚上正好有工人空着，保证给我拆得干干净净。我走进厨房，开始准备晚餐。张伟一家是半年前搬到我楼下的，自从他们搬来，我们这栋楼就没安生过。嫌楼上走路声大，嫌楼道有人放杂物，嫌小区里的流浪猫吵。他家那个阳台被他老婆改成了阳光花房。前2天，张伟老婆在业主群里抱怨，说我家雨棚滴水溅到了他的花。张伟立刻在群里飞我，让我自己想办法解决。我当时回复：雨棚的作用就遮雨排水，下雨滴水是正常物理现象。张伟大概是觉得在群里丢了面子，之后就没再说话。我以为这事就过去了，没想到他直接捅到了城管那里。这个雨棚是我住进来第1年就装的。我们这栋楼的户型设计有点问题，阳台外墙没有做防水檐，一到下雨天，雨水就会顺着墙体往下流，时间长了，楼下阳台顶部和外墙很容易渗水发霉。当时整栋楼的住户都默认安装了这种几乎一模一样的透明雨棚，既不影响采光，又能引导雨水，保护墙体。10几年了，相安无事。直到张伟搬来，晚上7点，周师傅带着2个工人准时上门，电钻声、切割声很快响起。张伟估计是听到了动静，特意跑下楼监工。他靠在石狮子上，点了一根烟，看着工人们把一块块切割下来的雨棚板材运下去，脸上的笑意越来越浓。晚上10点，雨棚被彻底拆除，连墙上固定的螺丝都被砌得干干净净。我爽快地付了工钱，还给师傅们发了红包。周师傅乐呵呵地说：“陆先生，你这雨棚材料真不错，就这么拆了，太可惜了。没办法，有人嫌它碍眼。”送走工人，我关上门。窗外天色阴沉，似乎憋着一场大雨。第2天清晨，我被哗啦啦的雨声吵醒，拉开窗帘，豆大的雨点砸在玻璃上，汇成水流，蜿蜒而下。我走到阳台，没了雨棚的遮挡和引导，雨水毫无阻碍地拍打在6楼的外墙上，然后顺着墙体形成一道壮观的水帘，笔直地冲向5楼。张伟家的阳台此刻正承受着来自楼上墙体的全部水量，他那个精心打造的阳光花房此刻正在接受暴雨的洗礼。我端起咖啡，靠在阳台门边，静静地看着。哎呀，我的天，怎么回事啊？张伟，你快来看，阳台被淹了！妈的，这水怎么跟瀑布一样往下灌？陆晨，是不是你搞的鬼？我没理他，慢悠悠地喝完咖啡，回屋换好衣服，准备去上班。刚打开门，就看到张伟堵在门口，他身后，他老婆正拿着手机对着我家门口猛拍。故意的是不是？张先生，有事说事，别动手动脚。说是。好，我问你，我家阳台淹了，是不是你干的？是你举报我家雨棚违建，城管勒令我拆除，我遵纪守法，连夜拆了。现在下雨，水往下流，这属于自然现象，你找我？张伟被我一句话噎住，脸涨成了猪肝色。你明明知道会这样，你是故意的。我只知道我拆的是自家违建，没碍着你什么杀事儿。我的花，我的那些进口月季全被泡烂了，陆晨，你必须赔。赔偿？依据呢？有证据证明是我损坏了你的花吗？水往下流是万有应力，你应该去找牛顿。你强词夺理。是你们举报在先，我只是依法办事。
我拎起包准备出门，麻烦让一下，我要上班。不许走！今天不把这事说清楚，你别想走。你在限制我的人身自由，我现在就可以报警。我拿出手机对准他的脸，看到我手机屏幕上亮起的110界面，张伟下意识地退了一步，他老婆却一把抢过他的身位，挡在我面前。报警啊！你报啊，正好让警察来评评理，看看有你这么欺负人的吗？正在这时，对门的李阿姨开了门，探出头来，看到我门口的阵仗，李阿姨愣了一下，张伟老婆立刻像找到了救星，开始对李阿姨哭诉。哎呀，这是怎么了？李姐，你快来评评理，他家雨棚一拆，雨水全灌到我们家了，我家花都死了，他还不管，这不就是故意报复吗？小张家的，当初这雨棚就是为了挡水的，你们非要举报，现在拆了，水不就流下去了吗？那也不能全流我们家呀，不然流到哪里去？天上吗？张伟被噎得没话说，我绕开他们，按下电梯。我看到张伟正指着我的背影，对他老婆说着什么，脸上的表情是纯粹的愤怒和不甘。我知道这事儿没完，但我没想到会来得这么快，而且是以一种我完全没料到的方式。大雨连着下了一整天，下班回到小区，我看到单元楼下围了一圈人，社区的王主任也在，正拿着本子在记着什么。张伟和他老婆站在人群中央，正激动地指着楼上。王主任，您看到了吧？就是这样，这雨跟瀑布似的，全往我家灌。不光我家，4楼、3楼、2楼全遭殃了。王主任抬头看了看，眉头紧锁。那道由雨水形成的水帘从6楼墙体倾泻而下，在5楼阳台完成第一次撞击后，水花四溅，一部分继续下冲，一部分则被风吹得斜向四周，把4楼、3楼的墙面和窗户都打得湿漉漉的。几个低楼层的住户也纷纷附和。我家窗户今天就没干过，墙都湿了，这时间长了肯定要发霉的。人群看到我，自动让开一条路。张伟一看到我，立刻冲了过来。陆震，你看看你干的好事！小张，你冷静点。小陆啊，这个情况你看确实影响到其他邻居了。王主任，第一，张伟举报我家雨盘违建，城管执法，我配合拆除，整个过程合法合规。第二，楼体设计导致雨水直流，这是开发商的问题，不是我的问题。第三，其他邻居受到影响，我很同情，但责任不在我。我3点说完，全场鸦雀无声。张伟想反驳，但张了张嘴，一个字也说不出来，因为我说的全都是事实。王主任叹了口气，他当然也明白这个道理。理是这个理，但你看邻里邻居的总要讲点情分嘛。现在问题出来了，我们得想办法解决，对不对？对，应该解决，应该由所有受到影响的业主联合起来，去找开发商和物业，要求他们对楼室外墙进行防水改造，这才是根治的办法。去找开发大鳄，这话一出，刚刚还义愤填膺的几个邻居瞬间都蔫了。谁不知道开发商和物业踢皮球的本事？那得找到猴年马月去啊！就是等他们弄好，房子都泡烂了。小陆，这个流程太长了，我们先说眼前的，能不能先把雨屏再装回去？违建是张伟先生亲自举报的违建，有城管的拆除通知书为证。王主任，您是社区干部，总不能让我知法犯法吧？王主任彻底说不出话了。是啊，前脚刚因为违建拆了，后脚就让装回去，这叫什么事儿？张伟的脸一阵红一阵白，精彩极了，他自己把路堵死了。可是没什么可是的，要么你们去的找城管，让他们出个文件，说这雨不是违建，允许我装，只要有官方文件，我二话不说，马上就装。让他们去找城管推翻自己的决定，这比找开发商还难。我看着哑口无言的众人，不再多说，转身走进单元楼，身后是张伟压抑着怒火的咆哮和邻居们新一轮的抱怨。当晚，一份由张伟牵头，联合了2、3、4、5楼共5户业主的联名投诉信被贴在了单元楼门口的公告栏上。投诉信言辞恳切，痛诉了因为601业主陆晨拆除雨棚，导致楼下几户人家遭受的水灾，墙体受潮，财物受损，并强烈要求社区和物业出面，责令陆晨恢复原状。一场由张伟亲手点燃的火，终于烧到了他自己和其他人的身上，而我只是那个遵纪守法的好公民。这出戏越来越有意思了。当晚，一份由张伟牵头，联合了2、3、4、5楼共5户业主的联名投诉信被贴在了单元楼门口的公告栏上。投诉信言辞恳切，痛诉了因为601业主陆晨拆除雨棚，导致楼下几户人家遭受的水灾，墙体受潮，财物受损，并强烈要求社区和物业出面，责令陆晨恢复原状。一场由张伟亲手点燃的火，终于烧到了他自己和其他人的身上，而我只是那个遵纪守法的好公民。这出戏越来越有意思了。联名信事件像一块石头扔进了平静的池塘，在整个小区里激起了巨大的波澜。这封信很快被人拍照发到了业主群里，群里瞬间炸了锅。笑死我了，自己举报的，现在又联名要求装回去，这什么操作啊？张伟的这波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，心疼楼下几户被张伟这个猪队友坑惨了。
有一说一，陆晨做的没毛病啊！你举报我违建，我就拆，完全合法。现在出了问题，凭什么让我负责？支持陆振就该这么治这种没公德心的邻居。群里的舆论几乎是一边倒地支持我。张伟和他老婆在群里试图辩解，说他们只是维护小区秩序，没想到后果这么严重，但没人买账。你举报的时候就该想到后果，成年人了，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。别洗了，大家眼睛都亮着呢。你不就是因为人家雨棚滴水溅到你家花了吗？自私自利，还给自己戴高帽。几轮交锋下来，张伟夫妇被怼得灰头土脸，不敢再冒泡。事件持续发酵，第二天一早，物业经理亲自给我打了电话。陆先生啊，我是物业的小刘。刘经理你好，那个关于您家雨城的事情我们都知道了。您看，现在楼下几户业主反应很激烈，我们物业夹在中间也很难做。所以呢？您看能不能通融一下，先把雨城装上，安抚一下大家的情绪，其他的事情我们再慢慢想办法。刘经理，我昨天跟王主任说得很清楚了，那个雨棚是城管认定的违建，你们物业是想让我公然对抗执法部门吗？这个责任你们物业承担吗？或者你们物业出个书面证明，证明安装雨棚是合理的，并且一切后果由你们承担。只要有这份证明，我也可以。这可不行，陆先生，您这不是为难我们吗？彼此，你们让我一个遵纪守法的业主去干违建的活，难道不是为难我吗？刘经理，问题的根源是楼体设计缺陷，你应该比我更清楚。现在最好的办法就是启动维修基金，对整栋楼的外墙进行防水施工。如果你们物业能牵头办成这件事，我想所有业主都会感谢你们的。说完，我便挂了电话。我知道启动维修基金手续繁琐，物业大概率是不愿意揽这个麻烦的。我只是把球再一次踢了回去。下午雨还在下，丝毫没有停歇的意思。我提前下班回家，刚到楼下就看到戏剧性的一幕：张伟家阳台，他老婆正拿着一个巨大的塑料盆，费力地往外舀水。张伟则踩着梯子，手里拿着一块巨大的塑料布和胶带，似乎想在自家阳台上方，也就是我家阳台地面的下方，自己糊一个简易的棚子。雨水不断冲刷，他浑身湿透，脚下的梯子摇摇晃晃，胶带根本粘不住潮湿的墙面，塑料布被风一吹，直接糊在了他自己脸上。那场面狼狈又滑稽，楼下聚集了几个看热闹的邻居，都在指指点点，窃窃私语。这有什么用啊？治标不治本，自作自受，早知如此，何必当初呢？脸涨得通红。看什么看？有什么好看的？我没有停留，径直走进单元门。刚打开家门，一股浓烈的霉味就扑面而来。我皱了皱眉，走到阳台，味道是从楼下飘上来的。暴雨和积水已经开始让某些东西腐烂发霉。这栋老房子的排水系统显然无法应对如此持续的人工瀑布。我看着窗外连绵的雨幕，知道这场闹剧的高潮快要来了。举报我的人很快就要亲自来求我了。第3天清晨，雨终于停了，但连续2天的浸泡后果已经显现。我刚打开门准备去晨跑，就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。社区的王主任正站在我家门口，眼圈通红，满脸疲惫，像是熬了好几个通宵。他身边站着楼下5户人家的代表，包括张伟。所有人的脸色都很难看，尤其是张伟，2天前还趾高气扬的样子荡然无存，此刻低着头，脸色比锅底还黑，眼神躲闪，根本不敢看我。王主任，你们这是？王主任看到我，像是看到了救星，嗓子都哑了，带着哭腔：小陆啊，求求你了，出大事了！怎么了？5楼就是小唐家，阳台天花板大面积发霉，墙皮都掉了，他家那些木地板全泡水变形了。4楼和3楼阳台也开始渗水，墙上全更严重，水顺着墙缝流到卧室里去了，人家刚买的新床垫全毁了。王主任越说越激动，指着身后的几个人：他们昨晚在社区闹了一晚上，我这一宿都没合眼啊！我听着心里毫无波澜，甚至有点想笑。我的目光越过王主任，落在了张伟身上，他感受到了我的注视，头埋得更低了。这么严重啊？我端起出门前刚倒好的豆浆，慢悠悠地喝了一口。我的平静和王主任的焦急形成了鲜明的对比。是啊，所以小陆，算我求你了，行不行？把窗关回去吧，先把这水挡住，别再往下流了。我放下豆浆，看着他，一字一句地说道：王主任，违建啊，不能装。这6个字像一盆冷水浇在了王主任的头上，他脸上的血色瞬间褪去。可是现在是特殊情况啊！再特殊也不能违法乱纪。我义正言辞：您是社区干部，应该最懂法。王主任彻底被我毒死了。这时，一直沉默的张伟终于动了，他往前挪了2步，站到我面前，抬起头，他的眼睛里布满血丝，嘴唇哆嗦着，似乎在做什么艰难的决定。陆哥，他竟然改口叫我哥了。有事儿？这事儿是我不对，是我自私，是我混蛋，我不该去举报你，对不起。说着，他竟然对着我深深地鞠了一躬。他身后的老婆也跟着小声说了一句对不起。这一幕让周围所有人都安静了下来。陆哥，您大人有大量，别跟我一般见识了。您看我的损失也够惨了，那些花花草草全没了，地板也废了，您就高抬贵手把城装回去吧。多少钱我来出，我给你双倍的钱。这不是钱的问题，这是原则问题。是你让我成了一个遵纪守法的好公民，现在
我只是在坚持我的好公民原则而已。我的话像一把刀，精准地插进了张伟的心里，他脸上的最后一丝血色也消失了。他明白了，我根本不是为了钱，我就是想让他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，而且是让他哑巴吃黄连，有苦说不出的那种。张伟的公开道歉并没有结束这场闹剧，反而将博弈的双方从我和张伟变成了我和楼下所有业主。见我软硬不吃，王主任急得团团转，身后的几位邻居也开始按捺不住。陆先生，话不能这么说啊！现在是我们几家都受损失，你不能因为跟5楼有矛盾就拉着我们一起遭殃吧？就是啊，我们可没得罪你。当初张伟在业主群里叫嚣着要举报我的时候，你们没一个人出来说句公道声。现在火烧到自己身上了，知道疼了。大家都是一栋楼的，谁不知道那雨棚是干嘛用的？你们心里跟明镜似的。现在热闹看到自己家了，好看吗？王主任见状，赶紧出来打圆场。小陆，你别生气，大家也是着急。你看这样行不行？我们社区来牵头，你先把雨棚装上，就说是我们社区要求的应急措施。万一城管那边问起来，由我们社区出面去解释。你看这样总行了吧？这倒是给我提供了一个台阶，但我为什么要下？戏才演到一半。王主任，您的好意我心领了，但白纸黑字的拆除通知刀在那里，城管的档案里也肯定有记录。你们社区去解释，用什么名义？天降大雨吗？到时候城管一个电话打过来核实，我怎么说？我说是我自己要装的，还是社区逼我装的？如果城管认定这是2次违建要罚款，这笔钱谁出？是我还是社区？一连串的灵魂拷问让王主任再次陷入了沉默。他知道这事根本没法担，社区没有执法权，更没有权利去推翻另一个政府部门的决定。3楼的大妈终于爆发了，她指着我：这也不行，那也不行，你到底要怎么样？你非要看着我们几家都发霉了才甘心吗？太恶毒了，你这人！注意你的言辞，从头到尾我没做错任何事，我遵守了规定，拆除了所谓的违建。现在你们因为楼体设计缺陷而遭受损失，却把所有责任都推到一个守法公民身上，到底是谁恶毒？20妈被我的气势镇住了，后退了一步，嘴里还在小声嘟囔。一直没说话的2楼业主推了推眼镜：陆先生，我们讲道理，现在的情况是走法律程序找开发商太慢，让你装雨帐你又有顾虑，那有没有第3条路？我看着他有点欣赏，终于有个会动脑子的人了。有。所有人的目光瞬间都聚焦在我身上。很简单，由你们所有受到影响的业主，以你们自己的名义，联名向城管部门提交一份申请。申请的内容是：鉴于7栋楼体存在设计缺陷，雨水直冲导致多户居民财产受损，情况紧急，各申请601业主陆振临时性恢复其阳台雨棚，作为应急补救措施，以避免损失进一步扩大，并恳请城管部门从保障民生的角度出发，予以批准。等开发商或物业彻底解决了墙体防水问题后，该雨棚再行拆除。我话音刚落，全场寂静，所有人都惊呆了，让他们自己去跟城管申请。这不等于自己承认了当初举报是个错误，现在又求着政府把错误恢复回来吗？张伟的脸已经不能用黑色来形容了，变成了灰色。这个方案简直就是把他放在火上反复炙烤。他去举报，城管拆了，现在他又得作为牵头人去求城管装回来，这脸丢到姥姥家了。这能行吗？行不行？试了才知道，这是唯一的办法，你们商量吧。砰的一声，我关上了门，把所有的难题都留给了门外的人。我知道他们没得选，因为损失每分每秒都在扩大，而我只需要泡上一杯茶，静静地等待结果。当天上午，王主任就带着一份新鲜出炉的情况说明和临时恢复申请，再次敲响了我家的门。申请书上详细描述了楼体缺陷、雨水倒灌以及楼下5户人家的具体损失情况，言辞恳切，还附上了各家阳台惨状的照片。末尾是5位户主的亲笔签名和红彤彤的手指印，张伟的名字赫然排在第1个。小陆，你看这样行吗？我接过来仔细看了一遍，写得不错，情真意切，把他们自己塑造成了楼体设计缺陷的受害者，把安装雨棚定义为唯一的紧急的自救措施。可以，但这份申请应该由你们，特别是张伟先生亲自交到城管部门去。我们去？当然，解铃还需系铃人，谁举报的谁去申请，这样才能显示出你们的诚意，城管部门也更容易理解事情的来龙去脉。你不去也行，那这份申请就毫无意义。好，我们去，走，现在就去。小张，你必须去。张伟耷拉着脑袋，像个被牵着线的木偶，跟着王主任他们走了。我可以想象，当张伟这个举报人亲自站在城管办公室，递上这份要求恢复违建的申请时，场面会有多尴尬，多滑稽。但他必须去，这是他为自己的愚蠢和傲慢必须付出的代价。下午，我接到了一个陌生电话。您好，是陆晨先生吗？我们是城管执法队的。是的，你好。关于你小区7栋业主申请恢复雨棚，我们收到了材料，想跟您核实几个情况，请说。第一，您当初拆除雨棚是完全自愿并配合的，对吗？是的，
完全配合。第二，现在楼下业主反映的情况是否属实？是否存在雨水倒灌导致财产损失的问题？属实，具体情况社区王主任和楼下业主比我更清楚。第三，如果我方根据实际情况，出于人道主义和解决紧急民生问题的角度，同意他们临时恢复的申请，您本人是否愿意配合安装？我负责安排。我是一个守法公民，一切以官方决定为准。你们说能装我就装，说不能装我就不动。好的，陆先生，情况我们了解了，感谢您的配合。挂了电话，我知道这事儿成了，我的目的也达到了。我没有跟任何人撕破脸，没有说过一句脏话，我只是把所有人的行为都框定在规则之内。你用规则来对付我，我就用规则让你作茧自缚。你想打破规则解决问题，对不起，不行，你必须回到规则里，自己打自己的脸。傍晚，王主任兴高采烈地给我打来了电话。哎，小陆，好消息，城管同意了，他们说特殊情况特事特办，批准临时恢复雨棚，还给咱们社区发了正式的回复函。太好了，小陆，你看什么时候方便，赶紧把雨棚装上。随时可以。钱的事情你放心，校长已经把钱转到我这里了，说是材料费、人工费，还有给你的补偿全都包了，保证给你用最好的材料。补偿就不用了，把雨棚装好就行。我不需要他的钱，他付出的尊严代价比任何金钱都让我满意。第二天一大早，上次帮我拆雨棚的周师傅又带着团队来了，这次他的车上拉来了全新的、更高规格的耐力板和不锈钢支架。陆先生，我们又见面了，这次的活保证给您干得比以前还好。陆哥，一点心意，之前多有得罪。水果不用了，你能吸取教训就好。周师傅，麻烦你们了，材料一定要用最好的，施工一定要规范。放心吧您，社区和张先生特意交代了，这次按最高标准来，保证滴水不漏，而且绝对静音。工人们开始忙碌起来，电钻声再次响起。与上次不同的是，这一次楼下看热闹的邻居们脸上不再是幸灾乐祸，而是充满了期待和感激。张伟没有离开，他就站在楼下，像上次一样监工。但这一次，他不再是双手抱胸的得意，而是时不时的给工人们递水、递烟，满脸讨好的笑容。他老婆也在，一会儿问工人渴不渴，一会儿又问累不累，殷勤得不得了。这栋楼的居民都看到了这一幕，大家的眼神里有嘲讽，有鄙夷，但更多的是一种恶人自有恶人磨的快感。张伟在这栋楼算是彻底出名了，他不仅没能通过举报立威，反而成了整个小区的笑柄。中午，雨棚的骨架就搭好了，周师傅特意跑上来跟我说：“陆先生，我们这次特意在支架和墙体的接触点加了减震胶垫，以后下雨，保证您在屋里一点声音都听不见。”有心了，周师傅。下午4点，全新的雨棚安装完毕，比之前那个更宽大、更厚实，线条也更流畅。阳光透过崭新的透明板材洒在我的阳台上，形成一片明亮的光晕。周师傅带着工人把所有的建筑垃圾都清理得干干净净。王主任和张伟一起上来验收。漂亮，太漂亮了。陆哥，您看还满意吗？挺好的。那之前造成的损失，那是你和开发商之间的事，与我无关。张伟的脸僵了一下，最终还是点了点头。是，您说的对。他不敢再多说一个字。这场由一个雨棚引发的战争到此算是告一段落。我赢了，赢得干净利落，赢得有理有据。我没有让任何人抓住一丝一毫的把柄，我只是让他们都学会了什么叫尊重，什么叫规则。送走所有人，我站在崭新的雨棚下，看着楼下张伟家阳台的一片狼藉。我知道，从今天起，我的耳边应该会清静很多了。雨棚装回去的第3天，物业的刘经理又给我打来了电话。这一次，他的语气比上次还要客气，甚至带着一丝讨好。陆先生，您在家吗？关于楼体维修的事情，我们这边有了新进展。哦，说来听听。您上次的提议非常对，问题的根源确实在楼体设计上。经过我们和社区的联合商讨，并征求了大部分业主的意见，我们决定正式启动大修基金，对7号楼的整个外墙进行全面的防水和排水系统改造。这个消息确实出乎我的意料，我以为物业会一直踢皮球下去。这么快就决定了？快不了啊，主要是这次您这个事儿影响太大了。现在不光是你们7栋，其他几栋楼的业主也开始担心了，纷纷要求我们排查隐患。我们压力也很大呀，与其等到问题一个个爆出来，不如主动一次性解决。那需要我做什么？是这样的，按照流程，
启动大修基金需要2/3以上的业主签字同意。我们明天会在楼下组织现场签字，希望您到时候能下来支持一下。没问题。我爽快地答应了，这对我对所有住户都是一件大好事。第二天，我下楼签字的时候，看到公告栏前围满了人，不光是我们7栋的，还有其他楼的业主也闻讯赶来。物业和社区的工作人员在现场发放表格，讲解方案。我看到了张伟和他老婆，他们是第一个冲上去签字的。看到我，张伟还特意挤出人群跟我打了个招呼。陆哥，你也来了。他的态度已经从畏惧变成了一种近乎讨好的恭敬。我在同意书上签下自己的名字。现场的邻居们看到我，都纷纷点头示意，眼神里充满了善意和敬佩。李阿姨拉着我的手说：“小陆，你这次真是办了件大好事，我们都得感谢你。”是啊，要不是你坚持，物业哪会这么痛快？以后这楼里谁再敢没事找事儿，我们第一个不答应。我有些哭笑不得，我明明只是为了维护自己的清静，却意外地成了邻居们眼中的英雄。外墙改造工程进行得很快，1个月后，整栋楼焕然一新。开发商派来的工程队不仅重做了外墙防水，还在每一户的阳台下方都加装了统一的内嵌式的导流槽。这样一来，即使没有外凸的雨棚，雨水也能被有效地引导到排水管中，再也不会出现水帘洞的景象。问题被从根源上彻底解决。我的那个临时性雨棚也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。在拆除雨棚的那天，王主任和刘经理都来了。这一次是他们主动要求拆的，因为已经没有存在的必要了。张伟也来了，他看着工人们拆除那个他花了双倍价钱装回去的雨棚，脸上没有任何不舍，反而是一种解脱。他走到我面前，很认真地说：“陆哥，谢谢你。虽然过程很难堪，但你让我也让大家明白了，解决问题要找对方法。谢谢你。”说完，他又深深地鞠了一躬。这一次，他的眼神里没有了屈辱，只有真诚。我看着他，最终还是点了点头。也许一个人的改变，真的只需要一次刻骨铭明的教训。雨棚没了，楼也修好了，生活似乎彻底恢复了平静。但那场雨棚战争的余波，却还在悄悄地影响着楼里的每一个人。最显著的变化是邻里关系。以前这栋楼的邻居们大多是点头之交，各扫门前雪。经历过这次共同战斗，大家的关系一下子拉近了。业主群里不再是抱怨和牢骚，而是多了很多关于生活、关于小区建设的讨论。大家开始自发地监督物业，维护楼道卫生，甚至还凑钱给楼下的流浪猫搭了个窝。而我俨然成了这栋楼的意见领袖。家里灯泡坏了，不知道买哪种型号，会在群里飞我。小区停车位紧张，有人提议我是不是可以出面去跟物业谈谈。甚至李阿姨的儿子要考研，还来问我哪个大学的专业比较好。我哭笑不得，但能帮上忙的也都尽量解答。这种被人信任和依赖的感觉其实并不坏。张伟一家也变了，他老婆不再在群里炫耀他那些名贵的花草，反而开始分享一些家居清洁小妙招，十分接地气。张伟本人更是像换了个人，以前在楼道里遇到他总是昂着头目不斜视，现在他会老远就笑着打招呼。有时候我提着东西回来，他看到了还会主动跑过来帮我拎到楼上，我没有拒绝。我明白这是他表达歉意和修复关系的方式。一个周末的下午，我家的门铃响了，打开门是张伟家的小孩，一个7、8岁的小男孩，他手里捧着一盆小小的多肉植物，怯生生地看着我。小男孩的眼睛很亮很干净，我看着那盆小巧可爱的多肉，沉默了几秒，接了过来，把那盆多肉放在了阳台的窗台上。阳光下，绿油油的叶片显得生机勃勃。也许人性没有绝对的坏，很多时候只是愚蠢、傲慢和自私蒙蔽了双眼。当这些东西被狠狠地击碎后，露出来的可能也是一颗懂得感恩和修正的心。当然，并不是所有人都乐于看到这种和谐。城管部门后来对我们小区的所有楼栋都进行了违建排查，其他几栋楼一些零零散散、规格不一的雨棚都被下了整改通知。一时间，小区里怨声载道，有人在群里抱怨：都怪7栋那个陆晨没事找事，现在把城管招来了，害得我们也要拆。这种言论一出来，立刻就被怼了回去。你这人讲不讲道理？人家陆晨从头到尾都是受害者，是他被举报的好吗？就是，要不是他坚持，我们能住上现在这么好的楼吗？物业能这么积极吗？忘恩负义！有本事你也去举报一个试试，看最后是你倒霉还是别人倒霉。站着说话不腰疼。那个抱怨的人瞬间被群起而攻之，再也不敢说话了。我看着手机屏幕，笑了笑，关掉了群聊。世间总有拎不清的人，不必在意。我只要守护好我自己的生活和那些懂得尊重与感恩的人就足够了。1年后，张伟一家搬走了，听说是工作调动，要去另一个城市发展。搬家那天，张伟特意上来跟我告别，他看起来成熟了很多，不再有当初那种浮躁和张扬。陆哥，我们走了，这些年谢谢你的照顾，一路顺风。
他走后，5楼空了一段时间，我享受了几个月的绝对安静。直到有一天，楼下响起了装修的声音，新邻居要入住了。李阿姨第一时间就跑来跟我汇报。小律师，你知道吗？5楼搬来个大美女哦，听说可厉害了，自己开律所的。我笑了笑，没太在意，只要别再是个像张伟当初那样的极品就行。周末，我正在家看书，门铃响了，我打开门，门口站着一个高挑的女人，她穿着一身休闲装，气质儒雅，脸上带着温和的笑意。你好，我是刚搬到楼下的新邻居，叫周绿。你好。我听社区的王主任和李阿姨他们说了很多关于你的事，主要是那件著名的雨棚事件。都是过去的事了。不，我觉得那不是一件小事，那件事充分体现了您在框架内置问题和勇气。说实话，作为一个法律人，我非常欣赏。被人当面这么直白的夸奖，我还是第一次。我今天来，除了拜访一下，还有个不情之请。请讲。我注意到，我们这栋楼虽然外墙修缮过，但阳台的窗户还是10几年前的老款式，密闭性和隔音性都很差。他指了这指窗外，我把自家的窗户换成最新的3层中空隔音玻璃。我想，如果能组织整栋楼的业主一起团购，价格上肯定能优惠不少。我打听了一下，这件事由您来牵头，肯定事半功倍。他又把一个难题，或者说一件好事推到了我面前。我看着他真诚而充满期待的眼睛。好，我可以试试。太好了，所有的技术问题、合同问题都交给我，我来负责跟厂家谈，保证万无一失。您只需要帮忙号召一下大家就行。合作愉快。合作愉快，陆先生。他握住我的手，温暖而有力。阳光从窗外照进来，洒在我们身上。我忽然觉得生活就像开盲盒，你永远不知道下一个邻居会给你带来什么，可能是麻烦，也可能是惊喜。而这一次似乎是个不错的惊喜。在我和周律的联手推动下，团购隔音窗的计划进行得异常顺利。周律不愧是专业律师，他准备的材料详细周全，把不同品牌窗户的优劣、价格、安装流程都做成了清晰的对比图表。他出色的谈判技巧也为我们争取到了一个难以置信的团购价格。看他工作时的样子，真的让人觉得很可靠。而我只需要在业主群里把这些信息一发，登高一呼，几乎所有的业主都立刻响应。陆哥和周律师牵头，我们100个放心。早就想换窗户了，我也报名。短短几天，整栋楼的订单就都统计完毕，一切准备就绪，就等施工了。施工那天，楼上楼当当一片繁忙，那种嘈杂里透着一种要过新生活的劲头。我和周律作为项目负责人，在楼下监督着施工，这种配合比想象中更有默契。李阿姨给我们送来了西瓜。小周，你们俩可真是我们楼的福。李阿姨，主要功劳是陆震的，她现在可是我们这栋楼的定海神针。我白了她一眼。这段时间的相处，我们已经很熟悉了。她是个风趣、有分寸且极度聪明的人。我们有很多共同话题，从书籍、电影到社会时事，和他聊天很轻松。换完窗户的那个周末，天气格外好，家里安静极了。关上窗，楼下广场舞的音乐都几乎听不见。我泡了一壶花茶，坐在阳台上看书。手机响了，是周律发来的信息。看着屏幕上的文字，我犹豫了几秒。离婚多年，我早已习惯了一个人的生活，清静，但也孤单。我走到窗边，看着楼下，孩子们在嬉笑打闹，老人们在悠闲地散步。楼下的周律似乎心有灵犀，也正站在他家的阳台上，抬头朝我看来。他看到我，举起手机，笑着晃了晃，阳光洒在他身上，他的笑容明亮的有些晃眼。我忽然觉得，也是时候给清静的生活再增加一点别的色彩了。就像那个雨棚，拆掉旧的是为了迎来新的，有时候是为了更好的保护，有时候是为了更美的阳光。